报告，鲍首长，前线遭遇敌方猛烈的进攻，伤亡惨重。我们的部队被打退了吗？没有，阵地已经被敌人的炮火覆盖，就是下命令退，也已经来不及了。孔之国好样的，敌人的炮火停了，那是我们的队伍冲上去了吗？ 快，把伤员送下去！同志们，为了保卫我们的祖源，坚持下去就是胜利！ 我军从侧方上来了，同志们，跟我冲！我们为什么按兵不动？为什么见死不救？下人是什么？原来乔明同志在这儿。苏书记，我们的兄弟部队都在冲锋陷阵，我们为什么还在这按兵不动？按兵不动，见死不救。你是觉得我们自己人死的不够多吗？师傅，您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带着你的队伍，跟着我，向司徒与会，在枫岭待命。可是，师傅，我们接到的军令是阻击敌人的侧翼攻击。如果我们现在放弃阵地的话，那上面会不会？从现在开始，独林，听我的指挥。明白。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。是什么特殊任务？别问了，去了就知道。苏书记，这样会不会违背上级命令？我下的命令我负责。下命令，出发。是。田勇，下令。全体都有脱离阵地，转移。
为什么不让我乘胜追击啊？我会一举拿下4都，难道您怕我宋某人抢头功吗？我理解你对红军复仇心切，可一个破破烂烂的4都，并不是我们的战役目标。我们的战役目标不是击溃，而是全歼。早一天打完，晚一天结束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干干净净、彻底消灭那5000多红军。你听说过毛泽东的那一句名言吗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我为那一句话一直为党国担忧啊。1927年，我们杀了几万共产党，可在短短的几年，他们又有了一个10万人的军队。他们为什么能这么迅速发展、浩然成军呢？这就验证了毛泽东的那句话：只要给他们那么一点火星子，他们就可以燎原。所以，我不求速胜，只在彻底消灭中共在赣闽地区的那么一点点火星沫子。这才是此役的最终目标。是。省委和分局的上级领导都在这里。我让你们脱离战场，执行特殊的任务，就是要在撤退的时候，独立营要坚决地承担起上级领导的安全警卫任务。听明白了吗？师傅，仗还没打就准备撤离啊？撤不撤离，什么时候撤离，我不敢妄断，但保证上级领导的安全是我交给你们的任务。出任何差错，我拿你们3人试问。是。哎，我就想不明白了，为什么不采取毛主席的游击战，一敲取胜，就这么面对面的和敌人死磕？在我看来，再漂亮的败仗也没有难看的胜利来得好。团长好。我刚才说的，他全听见了。放心吧，你只不过把他的心里话说出来了而已。华正，你说强斌同志的意见会被采纳吗？我估计够呛。那天我就是在门口听见那些领导的发言，他们态度非常坚决。我估计我师傅很难说服。光正面第36师就已经动用了数十门大炮，18团的伤亡惨重，孔志国同志和18团的团长政委都牺牲了。不只是18团，据报告，左翼的部队也伤亡惨重，实力实在悬殊。打仗嘛，哪有不流血牺牲的？不要光想着损失，你们得想一想，我们在前方浴血奋战的时候，会给老百姓带来什么样的鼓舞？如果这场战役失败而告终的话，恐怕会适得其反，不仅起不到鼓舞的作用，反而会让人民群众对红军的希望彻底破灭，未免危言耸听了吧？我提议立即疏散4都的群众和部队，改变战术，我们就运用游击战术。我完全赞同放弃4都，疏散我们的机关人员，把我们的领导中心疏散到闽粤赣边深山中去，将我们的部队分成几个支队，展开游击战争，四面袭击敌人。苏区才刚刚解放啊，人民才分到土地，现在就要撤，这是逃跑主义，人民会怎么看我们？保卫苏区，等待主力回头，这是党中央给我们最高的政治任务，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完成这个任务。现在4都不是一个地名了，它是老百姓心中的一面旗帜。这面旗帜要是倒了，
会有什么样严重的后果？你们明白吗？从现在开始，打与不打，不需要再讨论了。在这间屋子里头，能够传出的只有一种声音，就是跟国民党奋战到底，这是党的纪律。做好最坏的打算，把你们的队伍拉过来。党中央转移了，而王明左倾军事冒险主义错误路线还在继续。主要军事领导人坚持不放弃四都，客观上反而给国民党军的围剿四都提供了有利条件。四都，为了这一方弹丸之地，我们投入了重兵。中共的那些蚂蚱面子够大的，我们倾尽全力，倒像有那么点用牛刀杀鸡了，甚至让我觉得有那么一点胜之不武啊。可是，我们依然不能有丝毫大意。此役虽然我们已经胜券在握，但是只要有一支有组织的武装漏网，他们就会掀起惊涛巨浪，我们的辖区就不会有安宁之日啊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这就是中共最可怕之处，也是伪作要根绝赤祸的泰山意志所在。司令，您请放心，我军已经在四都周围筑起了一道密不透风的铜墙铁壁，共军一个都跑不掉。好，诸位，今天几号了？12号吧。 11号。各位师长，被共军打糊涂了吧？13号。这2天，根据空中的侦察情报，共军在外围已经没有兵力的调度，看来大鱼小虾都已经进网了。15号收网。是。师傅，这2天敌人为什么这么安静？这种静才更可怕，再不下决断就来不及了。苏书记，北路的侦察员回来了，加台，快说一下情况。是。我们3个顺着北路前出了约15、16里，发现北面有大批白骨头的部队正在1里1里的朝着四都方向缓慢的推进，而且北面的退路已经彻底被封锁了。这么严密的封锁，别说是一支部队了，就是一只兔子也很难钻出去。田勇同志，你派出了几路侦察员？4路。那就等其他几路回来吧。回去，带着兄弟们喝口水。是。苏书记。田勇同志，你派出了几路侦察员？4路。那就等其他几路回来吧。回去，带着兄弟们喝口水。是。苏书记。苏书记，西面被堵死了，番号是国民党军第10师，而且各个路口都重兵把守，根本没有出路。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天这么安静的原因。敌人准备收网了，希望东路和南路能带回好消息来。东路更为可能，早就被国民党军占领了。那看来敌军早就布好了大网，是我们自己钻进来的。我觉得当务之急，我们应该积极想办法自卫求生。吕正同志，你这句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的指导思想就要从不切实际、保卫苏区转到自卫求生上来。乔云同志，我有个疑惑，既然我们已经被敌人4面包围了，为什么还不进攻？难道敌人也不敢贸然进攻吗？
你觉得是不敢吗？首长，我的判断是，敌人有大口径的火炮，射程远，比如这么远，而我们的火力杀伤距离只有这么近。他们逐渐在压缩包围圈，等什么时候我们在他们的大炮射程范围之内，到时候成千上万的炮弹同时打过来，司都连这耗子活不了。说得好啊！师傅，要是上级领导再不当机立断的话，后果严重了。华成啊，马上召集队伍，向战士们说清楚我们面临的形势，什么都不要隐瞒。只有让战士们充分地认识到形势的严峻，才能激发起同志们自卫求生的斗志。还有一点时间，好好做个动员。天黑之前，带着队伍跑步前进，到祠堂待命。是。我马上去找首长，尽力说服他们。自卫求生，现在才是咱们的绝情。得到这个田地了，说什么都没用了。反正我陈天佑也是情报组负责人，哪点都一样，全看天意吧。大副营长，集合部队。是。向右看阵，向前看，射击。同志们，有一个真实情况，我得跟大家说一下：四都的东南西北都已经被国民党军团团包围了，他们准备向四都发起合围大战。但是，我们还有很多的上级领导没有安全撤离。那么，独立营接下来的任务是担任这些领导撤离的保卫工作。教导员啊，咱来这儿一枪不放就撤啊？对啊，刚才我们俩还商量，趁着敌人暂时不进攻，我们搞一个突袭打他们一下。同志们可能有所不知，敌人不是停止了进攻，而是准备收网了。营部已经做出决定，独立营206名指战员分成各个小组，由营长、教导员开始，各个连以上的干部担任小组的组长，每一个小组负责一位领导的撤离。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我们要不惜以牺牲自己性命为代价，保卫领导的安全。能做到吗？能。下面，由营长宣布小组名单。第一组组长陈天佑，第二组组长李华成，第三组组长唐玉龙。是。以上就是各路侦察员报告的情况。总的来说一句话，我们已经陷入国民党的重重围困，形势非常严峻，而且十分危急。你应该还有话要说吧？能允许我实话实说吗？当然可以。好，恕我直言，现在看来，四都的周围已经被国民党的重兵包围。可直到现在，还有同志在说，敌人放缓进攻节奏，是被我18团的英勇气概镇住了。这纯属是自欺欺人了。事实上，不是敌人放缓进攻节奏，而是悄悄地布下一张大网，要把我集结在四都一带的5000多红军部队和支持红军的当地群众一网打尽啊！可还有人在说，敌人放缓进攻节奏，是国民党军不思进取，我们应该采取主动出击，才能赢得战役的胜果。我要说，这是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存在，会给党、会给苏区带来巨大危害呀！请把话说下去。好，我说2点：第一，党中央撤离的时候留下了保卫苏区、等待主力回头的指示，可中央已经突破湘江，进入云贵山区，继续北上，不可能短时间内回头。我们的中心任务应该随之转变，才能争取主动。
第二，事实上整个苏区已经沦陷，想靠1、2场兵团级的战役就能阻挡国民党的大举进犯，这是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，必须及时纠正，否则我们就要丢掉整个苏区呀！我完全赞同乔明同志的意见。中央核心纵队突破湘江，这预示着我们中国共产党自4·12以来，惊险度过了又一次的生死劫难。在一次次的血泊当中，我们中国共产党又站了起来。这预示着我们必定可以重新壮大，直到实现我们的理想。这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坚定的信念。同时，党的事业还要继续，所以我们要保存力量，才是我们当下的重要工作。要尽快从不切实际的兵团作战的困境当中摆脱出来，运用毛泽东同志开创的游击战与敌人周旋，才能走出困境。这才真正符合党中央的意思。我们不能再犹豫了。同志们，这几个月来，形势变化莫测，我思想僵硬。作为主要决策者，我老是想着要完成党中央下达的任务，要保卫苏区，等待主力回头。我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，没有实事求是地根据局势改变策略。以至于现在全军陷入被动。我向全党、全军负主要责任。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可能见到毛泽东同志。如果没有机会的话，请代我转达我曾经反对过他的歉意。我现在和大家一样，希望毛泽东同志可以站出来，力挽狂澜。现在我命令队伍撤出4渡，所有苏区的领导进入岳敏干深山里头，继续战斗。孔志国同志坚守了自己的诺言，为苏维埃流尽了最后一滴血。他是真正的共产党人，也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。现在，我希望你们可以突围出去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有可能会和组织失去联系，但是你们要坚持信仰，坚持战斗，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。坚决革命总党令。向首长敬礼！礼！首长，这支独立营前来负责所有上级领导的安全警卫任务。华生同志，到！带领你的队伍行动迅速，尽快的往深山里走。是。同志们，我们有2个目标，第一个是岳干边的深山林子，第二个不用我多说，是我们所有共产党人最后的归宿。出发！行动小组出发！
同志们，指挥部已经下达了撤退的命令，但是我们19团的任务是为核心断后，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，坚决完成任务，誓死守卫阵地。誓死守卫阵地！誓死守卫阵地！ 各个小组要保护的首长都确认了吧？确认了。争分夺秒，我只说一句：如果打散的话，在双髻山会合，听明白没有？听明白。出发！一小组，第二小组，出发！好，出发。 首长先走，首长走。成山，没事吧，首长？没事。走，走。 快，走！首长，走，首长，小心！首长，快走！不要碰我，首长，我失职了。现在没时间给你自责。为什么炸死的不是我？我以苏埃的名义命令你快走！快走，走！快！ 警车。打倒国民党！国民党！果然还是有漏网之鱼啊！这就像一盘棋中的对手，假如他对这盘棋的博弈有着坚定的信仰，那也许这个对手是很难战胜的。司令，各部报告，出战大捷，4都已经夷为平地，人畜无存。什么叫人畜无存？这处是处，人是人。 能混淆统计吗？电令各部仔细清理战场，不能放过一具尸体，与事先提供的情报人数是否一致，要细加核实。如有漏网，各部要立即展开搜山清剿，绝不能让漏网之鱼得以喘息。是。在从4都撤离的过程中，独立营206名指战员。 分成多个小组，由包括我和天佑在内的
各个连以上干部担任组长，每个小组负责保卫一位领导同志向外突围。同时，国民党军也集结部队，从各个方向展开大规模的搜山清剿。独立营各个小组在突围途中被迫打散。走。出来！再不出来，都得死！叫什么？四族人。我问你叫什么？四族人，不懂吗？不懂我就告诉你，四族的男女老少都是一个名字，亲共。这就是亲共的下场。那个，你也叫亲共吗？我不是亲共，长官别杀我，我叫立功。你要是敢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，你不得好死！闭嘴！说了。你想立功？有很多红军伤员，有好几百人呢，他们都在。你敢告诉白狗子，你不得好死！你不得好死！你不得好红军伤员在哪儿？红军伤员在哪儿？我不敢说呀！别！我带你去，我带你去。快说你在哪儿？在那边，快到了。长官，就是这儿。
儿，把人喊出来。红军的伤员们，红军长官说了，只要你们投降，就有活路。好死不如赖活着是吧？你们都是伤员，还是投降吧。空军长官还说了，他会治好你们的伤，放你们回家。走，快点！红军伤员们，我是4都人，我是给国军队长传话的。只要你们投降，就有活路。你们还是投降吧！啊！西北。报长官，红军伤员都在里面呢。你们几个跟我走。保护首长！司令，据不完全统计，我要的是完全统计。可我们火力实在太猛了，有些尸体炸的尸无全尸的，所以做到绝对精确的确有难度。不过各部的清剿还在继续。我们的计划那么严密，居然还有上千人漏网，一次次的灭而不绝。难道是老天二世中共就是天不该绝？司令，
就算暂时有几条小泥鳅漏网，也逃不过各部的清剿。漏网的不是泥鳅，那是火星子，火星子会随风飘的。只要有那么一丁点儿火星子落在哪儿，哪儿都会燎原。四都的战役，我们做的不干净啊！先给委座报个捷吧。是。王首长，王清茂，你的小组呢？首长呢？问你话呢，首长呢？我们已经突破了一道封锁线了，再翻过一座山。教导员，你毙了我吧！小同志，你已经尽职尽责了。要说有什么责任的话，我负全责。首长，咱们继续前进吧。报告首长，往东走，把头抬起来。没受伤吧？快，王首长！你这么拖着，谁也跑不出去。哎呀，我们跑不掉无所谓，我们的任务是保护你。你班长，派2个人带首长走，快！组长。首长！首长！为首长报仇！首长，首长怎么保护他？怎么保护他？我没保护我首长，你别了吧！你。兄弟，不是你的错，不是你的错。报告，袁连长，后面就是悬崖，我们无路可退了。就是跟上。
给我打！大成，老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快走，等死啊！快，走！老李，你保护了首长呢，也牺牲了，他们是真正的共产党人。回去怎么交代？我也不知道。现在怎么办？回双旗山啊！好，报告连长，有白狗子，隐蔽，快！那边，说后面。没战斗。那边注意！撤退，往边走！快，撤！快，跟着！慢点，首长。哎，小心！前进！首长，我们暂时安全了，要不要休息一下？好，行吧，带首长休息。好。小心，首长。教导员，我去前面探探路吧。好。首长，我们喘口气儿，再翻过那道小山，你还好吧？没事。小李同志，你们还剩多少人？首长您放心，我们就算只剩最后一个人，也一定保护您安全脱离出去。我请你直接回答我的问题。我们小组牺牲了6个，四周枪声不断，我估计其他小组也遇到了困难。可是没有我的拖累，你们就不会牺牲那么多人。首长，您千万别这么说。保卫您的安全，是我们最神圣的职责，而且我们都已经宣过誓了，随时做好牺牲自己的准备。首长，怎么了，小李同志？有什么话要说？我突然想起来，那年在牛骨铺保卫毛主席的事儿了。怎么？你还保卫过毛泽东同志？是。那年毛主席化名为杨先生，去苏家坡搞调研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走漏了消息，就转移到了牛骨铺。我奉特委的命令，担任毛主席的保卫工作。虽然隔了那么多年了，但是毛主席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是记在心里的。现在想想，毛泽东同志才是牵住中国革命牛鼻子的第一人呢。只可惜，我之前对毛泽东同志的理论研究的不够透彻，翻着书本闹革命是要脱离实际的，所以才会落得现在这个境地。要是有机会，我真得跟毛泽东同志好好学学。没想到，当初毛泽东同志也有过这么困难的情况。首长觉得他艰苦，但是我觉得他很乐观。那个时候，他病得连路都走不动了，还在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。哦，红四军第9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内容，就是他在牛骨铺的时候思考出来的。
首长，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？可以，你问。好了，你是不是想问，我们当初为什么把毛泽东同志排除在领导核心之外？小李同志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我当初反对过毛泽东同志。但是他起草的第9次代表大会的草案，我是举双手赞同的。那次会议决定了，枪杆子得由党来指挥。正是因为这样，我们8万多红军才能从几十万国民党的铁桶阵当中突围出去。您刚刚也说了，明明毛主席说的是对的，那您为什么还要投反对票？小李同志，我现在只能这么跟你说，我们的党是一个新生的党，他要在不停的犯错、纠错当中成长，你明白吗？但是有一点你可以放心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总有一天，毛泽东同志会回到我们的核心领导层。中国共产党需要这样的领导。真的需要。怎么回事？谁给他讲？怎么了？对不起，教导员，枪走火了。王兴旺，到了，带着首长马上转移，快！是。走。你呀，你说你慌什么？走吧。可能是咱们自己人吧？为什么？枪一响就撤退，那是怕暴露，应该是咱自己人。有道理，那咱们过去吧。隐蔽。看，不是咱自己人吧？从火力上看，猛的应该是敌人。把首长带走！是。我不走，我也是一名红军战士，我要坚守我的阵地。哎，过去增援吧。不行，我觉得咱们加一块也打不过他们。是这样，咱们吸引他们的火力，掩护对面的人啊，撤退。好，4号人。到，水中马。是。打！有人帮咱们吸引火力，保护首长胜利！快，快走，快走！杀！走！咱们队伍好像撤了，咱们也撤吧！撤退！4号人，掩护！撤退！快，撤退！